终于来了。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依旧是第3次的这个开箱分享，然后终于历时1个半月，烟台的那个物流终于到了。刚才的那一大箱东西呢，其实里面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是我的护肤品，别的呢基本上都是我朋友的生活用品。从9月份的时候寄到10月份，终于最近收到了，所以跟大家来一个分享。在双11之前能够收到这么多化妆品，也不失我一种开心，虽然是迟到的开心。和之前一样，我会陆续的介绍这些产品。其实呢，我已经把它们全部都放到这个包裹里头了，然后一会儿来介绍。纯粹都是购物分享的话，可能略有一点无聊，所以说我今天也会提到一些我之前有买到的东西，比如说第1次包裹分享的时候有讲到的这个 Patrick 它的野生莓，今天就来展示一下，就是这个野生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比如说现在又是干冷季，然后我之前有购买到这个酸奶的洗面奶，最近就打开了，因为最近有些许的屏障不稳，然后来讲一下它的感受。我其实还收到另外一个包裹，就是每个月会定期往我家寄的这个佳美奶素的这个生发啫喱。其实我之前已经有用过这个品牌，是它的另外一款产品，然后我就觉得涂起来不方便，就买了这个。这个是我上个月用掉的空瓶，然后是这个月开始用的第2瓶。它是这种像胶水一样的这种挤压头，所以我特地今天没有弄头发。这是我正常发际线的高度，也还蛮高的，然后发量属于正常，但是因为我长期熬夜，低头就能就是这些地方，我觉得很空洞，我觉得会随着我熬夜会日渐秃头。生发的产品最讨厌的就是你涂的时候流的到处都是，你直接怼到你的头上，然后一边轻轻的捏它，一边的往上去涂抹，因为它是啫喱状的精华，所以说它不会有任何的滴落，就只是看到头发湿了，但是它不会有任何的滴落。然后你就把你想涂的地方全部都轻轻的挤下。这一瓶它的用量其实是1个月，所以它每个月会往我家寄1瓶。当然这个是你可以自己设定的，你也可以让它2个月或者3个月往你家寄1瓶，这个都可以改。打湿了就可能看出来这边很秃，所以我还蛮在意这一块，我就一直狂涂这边的发际线。然后我是看到一个达人推的，他好像用了半年这个牌子，说头发都长疯了。我个人认为他应该是天生头发就很多，因为他讲这个的时候他并没有记录，他只是卖的时候就是这么说了而已。但不管怎么说，这个佳美奶素啊是日本有100年历史，而且专做头发养护的一个品牌。日本人特别在意脱发，尤其就是主妇们，就是他们可能不一定会买多昂贵的护肤品，但是他们一定会在乎发量还有这个脱发的这个问题。所以说能够在日本存活100年的品牌，我觉得应该是有它的原因的，所以我就也订了这样的一个东西。因为官方说大概是能用5个月的时候你能够感觉到。目前我用的是第2瓶嘛，虽然我是第2瓶，但我不是用第2个月，因为这瓶用在发际线的话其实时间还蛮久的，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可能能用到1个半月。你涂抹完之后你要轻轻的去搓揉，会有点凉凉的，涂完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产品我觉得主要就是用起来方便，不会往下滴落，然后能够坚持下去。生发类的东西可能真的是要长年累月的用，所以当他给我寄了就是第3瓶，正好我把它打开，这样的一小瓶。他们家有些东西会分男生跟女生，但这个的话就是男女共用，然后写的无香料嘛，这样一小瓶，我觉得可以用1个半月。等于说我3瓶的话，其实能够快用到5个月。所以当发到这一瓶之后，我就把我的这个定期购买给停掉了。然后我就想说，等这3瓶全用完之后，来做一个反馈，看看它是不是能够真的长出来。因为有很多博主在试用长头发类的产品之后，他们的就是比如说这些地方会长出一些绒毛。目前我涂到第2瓶就是没有长任何吧，就还是这个样子，没有那种细碎的头发长出来。现在我已经弄好头发了，就可以看得出来，虽然涂了这个精华，它其实加一点水吹干，然后上一点那个造型品的话，它其实不会有油腻感，也不会坍塌。
每天要工作的人来说，这样的一个产品其实影响不是很大。最重要的还是效果，对不对？3瓶全用完了之后，我再来反馈它到底能不能长出头发。眉毛没有画，然后我就来试一下上次买的这个 Patrick 的，看一下野生眉的感觉。因为其实我们中国的妆容主要还是受到欧美跟韩系的影响的，日系对我们的影响不是很大。这种野生眉，我觉得日本也没怎么见过，几乎也都是欧美那边吧，所以说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买的是透明的这个颜色嘛，因为比较人气的那款没有货，我要现货，所以我就买了这个。然后它使用起来呢，你需要喷水，我就用到一个喷雾，可以看得见这个喷雾有多散，它都会喷到上面。那天我有讲过，虽然还不错，但是喷头做的真的不好，你需要这样来回的去蹭它。其实日本也有类似于这种眉膏的东西，改天我来讲一下资生堂的，就是跟这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然后我画在一边好了，这样有对比。就是通过这个膏体塑形，将你的这个眉毛完完整整的粘上去，让它就是停留在这种比较飞扬的状态。然后膏体的话最好不要太多，不然其实是会有结块的。因为我没有用过别的牌子 ，Patrick 的应该是最火的这个野生眉的品牌吧。如果有用过别的不太容易结块的，也可以在下方推荐一下。你看这个就是会有那种屑屑，因为它是膏体嘛，你和水粘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不均匀的时候，它就很容易结块。这是没有竖上去的，然后这个是竖上去的，它就有一种野蛮生长的那种感觉。然后这种膏体它其实停留的时间并不是特别的久，所以如果一整天带妆，它其实是会塌下去的，还是要补眉毛的空隙。然后官方是说你可以拿眉笔或者是那个液体眉笔去补，但我发现因为它是这个膏体，它画完之后其实有膏体的关系，眉笔其实不容易上色，所以最好是用液体眉笔。我就用这个凯婷的自然擦色，这里有色号 B23，然后它画出来是这种棕色的，就是会比较自然一点。其实男生的话用黑色是没有问题，如果是女生的话，茶色、棕色，就是如果你想要画特别野生、特别自然的那种颜色的眉的话，这些颜色其实是可以的。然后我就把我这中间的这些空隙把它补上，就让它有一种眉毛很多的感觉，还有这种毛流感，这样就可以对比看一下。就是可能近一点去看它那个眉毛，尤其是眉头的这种毛流感会非常的明显，就很有野生生长的感觉。当然肯定是社交距离，如果你很近的去看，还是能够看得出来你的眉毛是画过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现在我两边的眉毛都画完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来说一下我上次买的这个洗面奶，因为我前段时间用了一个日本去角质的产品，它的那个使用呢是每天用的，可能我力气太大了，造成我两颊有一些屏障受损，然后我就把这个洗面奶打开来用了，还蛮让我惊喜的。第一个就是虽然是这种糖苷类表活，就是有些人很喜欢皂基的洁面，但是呢在秋冬这种干冷的季节呢，你又会觉得有一点过干，去油力太强。然后我就觉得它的泡沫也非常的细，跟日系那种贵妇的洁面比，它不是那种完全绵密到像云朵的，但是其实也是很细了。你在敏弱的时候洗脸是需要注意的，但如果对于我们油性皮肤来说，你本身就还是有油脂的，你角质屏障受损锁不住水，并不代表你不会出油，那么有油的话还是会觉得不舒服。所以这样的一个产品我觉得还是不错，洗完呢却是非常的温和的，不会有任何的那种紧绷感。因为这个产品的味道，我在没有打开之前我就一时以为它是不是那种很天然的好像食品酸奶的味道，但实际上不是，它很像以前我们写字圆珠笔的那个笔油的味道。我个人还蛮喜欢这个洗面奶的，温和，然后泡沫也够细腻，然后这个味道我也是喜欢的，虽然是圆珠笔的味道。好，下面就开始依次来介绍我这次寄过来的化妆品有哪些。当我剪辑完之后，我发现后面的内容还有20分钟，又变成了一个超级长的视频，所以下期再分享买了哪些护肤品吧。